当我不再追逐，不再催促，不再急着成为更好的样子，那不是一个放弃成长的瞬间，也不是对人生松手不管，而是我终于察觉，自己已经太久用还不够在推着自己走。过去的我总是在追进度，追成果，追一个看起来更成熟、更稳定、更值得被肯定的自己。我把未来当成目的地，把现在当成必须快点离开的地方。于是我不停催促，催自己再快一点，再撑一下，再努力一点，好像只要抵达某个版本，我就终于可以安心。但那样的安心从来没有真的来过，因为每一次靠近，新的标准又立刻出现。我永远在路上，却从来没有真正站稳过。我以为自己是在成长，其实是在逃离此刻的状态，逃离不够好的感觉，逃离那个还在学习、还在摸索的自己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因为没进步，而是因为我忽然明白，如果我永远急着成为更好的样子，那现在的我就永远不被允许存在。于是我慢慢停下来，不是停在人生里，而是停在对自己的催促里。我不再追逐那个想象中的完成版本，也不再逼迫自己一定要马上变得更好。那一刻很安静，没有方向感，却有一种久违的落地感。我第一次允许自己就站在现在。当我不再追，内在的呼吸回来了。当我不再催，身体不再那么紧。当我不再急着变好，心反而开始自然的整理。很奇妙的是，就在那样的放慢里，真正的成长出现了。不是因为我努力，而是因为我不再抗拒正在成为的过程。我开始知道什么值得继续，什么其实可以放下。不是因为我想清楚，而是因为我听见了自己。成长不再是目标，而是一种副作用。它发生在我愿意好好对待现在的时候，发生在我不再用未来否定当下的时候。原来更好的样子不是被追出来的，而是当我不再急，它自然会靠近。当我停止追逐，停止催促，停止用还不够好定义自己，我终于回到一个可以真正生活的位置上。而就在那里，我发现我不需要先变成更好的样子才值得被支持，因为此刻的我已经在成为的路上，而那条路本身就已经足够。当我不再坚持事情一定要照着我的方式发生，宇宙反而带我走向更轻盈的可能。那不是一种放弃掌控的挫败，也不是对人生妥协的姿态，而是我终于察觉，自己其实一直用力抓着一条并不适合我的路。过去的我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也很清楚事情应该怎么走。我相信只要方向正确，只要方法对，只要我够努力，世界就应该配合。于是我开始坚持进度，坚持顺序，
坚持结果要照着我预期的样子出现。我把安全感放在可控这2个字上，可是在那样的坚持里，我其实越来越累，因为只要一有偏差，我就紧张，只要事情没有照计划走，我就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哪里没做好？我没有发现，我不是在前进，而是在对抗，对抗未知，对抗变化，对抗生命本来就会流动的本质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撑不住了，不是因为失败，而是因为我忽然明白，如果我一定要用同一种方式去应付所有阶段，那我会先失去的不是结果，而是我自己。于是我第一次选择松手，不是什么都不管，而是停止那种一定要这样才对的内在命令。那个松手其实很不安，因为没有控制，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但我也知道，继续紧抓，我只会越来越重。就在我愿意放下坚持的那一刻，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了，不是突然顺利，而是变得比较轻，比较不费力，好像整个人生终于不需要一直逆着水流。我发现，有些路原本就不是要我硬走，有些机会原本就不是要我去抢。当我不再坚持自己的方式，新的可能反而有空间出现。宇宙的带领不是命令，也不是安排好的剧本，它更像是一种邀请，邀请我用不同的姿态走同一段路。当我愿意回应，而不是指挥，生命开始用更柔软的方式牵着我前进。那些曾经让我卡住的地方慢慢松开，不是因为问题消失，而是因为我不再站在对抗的位置上。我才明白，轻盈不是没有重量，而是不再多背那些其实不属于我的执念。当我不再坚持事情一定要照着我的方式发生，我不再用恐惧选择方向，不再用控制换取安全，我开始走在一条可以呼吸的路上。宇宙没有带我离开初衷，它只是帮我换了一种不那么辛苦的方式抵达。原来真正的可能从来不是被抓住的，而是在我愿意松手之后自然浮现。当我愿意相信事情不一定要照我的方式才能对我好，人生反而开始以一种更轻盈、更适合我的节奏慢慢展开。当我停止把人生修到完美，我才真正听见灵魂原本的声音。那不是一个放弃追求的瞬间，也不是对理想妥协的理由，而是我终于察觉自己一直在用修正盖过感受。过去的我很忙着把人生修好，修情绪，修反应，修选择，修成一个看起来合理、正确、没有破绽的版本。我以为只要够完整，就能安心活着。于是我不断调整，哪里不顺就磨平，哪里痛就跳过，哪里矛盾就强迫统一。我把人生当成一个需要优化的专案，却没有问过我自己想不想被这样对待。那样的努力让我看起来很稳，
却越来越听不见内在的声音，因为每一次他想说话，都被我打断，用更高的标准、更理性的解释、更成熟的理由。我以为那叫成长，其实是覆盖。我把灵魂的感受一层一层盖起来，只留下一个可以被世界接受的样子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忽然感到一种空，不是迷失方向，而是一种再怎么修都不对劲的疲惫。我才意识到，也许不是我修得不够好，而是我根本不需要把人生修到完美。于是我慢慢停下来，不是全部放下，而是停止那种一定要变得正确的执念。我允许一些未完成，允许一些不合理，允许人生暂时保持原样。就在那样的松动里，我第一次听见一个很久没出现的声音。它不大声，也不确定，却很真实。它不是告诉我该怎么做，而是提醒我，我其实感觉如何。那就是灵魂的声音，不是完美的，却是对齐的。它不要求我更好，只希望我别再离开自己。我发现，当我不再急着修正，内在反而开始流动。那些原本被压住的感受，慢慢找到位置。不是要我解决，只是要我听。人生不再是一张需要校对的考卷，而是一段可以边走边调整的旅程。我不再急着抵达理想，也不再因为不完美而否定当下。当我停止把人生修到完美，我才明白，灵魂从来没有走丢，它只是一直在等我愿意放下修正，放下评分，放下那个必须无懈可击的期待。原来真正的对齐，不是把人生修好，而是把自己找回来。当我愿意听见灵魂原本的声音，我不再急着成为谁，我只需要好好成为我。当我愿意让生命的答案慢慢展开，我便能看见更多原本错过的细微善意。那不是因为我终于变得有耐心，也不是因为世界突然变得温柔，而是因为我不再急着把所有未知逼成结论。过去的我很害怕空白，一遇到没有答案的时刻，心就开始慌。我想知道接下来会怎样，我想确认自己是不是走对了路。我把安全感寄放在快点明白这件事上，于是我催促生命，也催促自己，希望事情快点定型，希望感受快点清楚，希望每一段经历都能立刻告诉我意义。但那样的急，其实让我错过了很多那些还在发生中的善意，那些没有包装成答案的温柔，他们就在路上，却被我忽略，因为我只看得到终点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忽然停下来，不是因为想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我真的累于追问。我问自己，如果答案本来就需要时间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先不逼它出现？于是我开始尝试让生命慢慢说，不是放弃理解，而是暂时放下。一定要立刻懂得执念，那个转变很轻，却很深。我不再把每一个延迟都当成拒绝，也不再把每一段模糊
都视为迷路。就在这样的允许里，我开始看见一些以前没注意到的东西，一个刚刚好的眼神，一句没有目的的关心，一段没有结果却让我安心的陪伴。那些善意一直都在，只是他们没有大声宣告，也没有标示意义。他们存在于还没被定义的片刻里。当我不再急着知道答案，心变得比较安静，而安静让感受变得清楚。我开始感觉到，生命其实一直在回应，只是不用我预期的方式。我发现，有些答案不是用来解释过去，而是用来陪我走完那些还在展开的路。如果我太早给出结论，反而会错过正在生成的温柔。当我愿意让生命慢慢来，我不再急着评分，不再急着判断，我开始与经历保持在同一个呼吸里。那样的状态让我看见，原来善意不一定是帮助，有时候是空间，有时候是等待，有时候是没有催促。那些原本错过的细微善意一一浮现，不是因为它们变多了，而是因为我终于没有再急着离开当下。我开始明白，生命的答案不是一次给完的，它是沿途出现的，而每一份被我看见的善意都是答案的一部分。当我不再催，生命也不再需要用剧烈的方式提醒我停下，它用更细微却更持久的方式陪我走。原来真正的看见不是看懂全部，而是在还没懂的时候依然愿意留下。当我愿意让生命的答案慢慢展开，我才发现，我其实从来没有被忽略，只是以前的我走得太快，没有回头看看那些一路陪着我的温柔。当我停止用过度分析压住直觉，直觉便开始变得清晰。那不是因为我忽然变得更聪明，也不是因为答案突然自己跳出来，而是因为我终于不再用怀疑的声音盖过内在最先出现的感受。过去的我很依赖分析，每一个选择都要拆解，每一个感觉都要验证。我不太相信第一个念头，总觉得那样太主观，太情绪化，太不可靠。于是我不断思考，反复比较，把所有可能列出来，希望找到最合理的答案。可是在那样的过程里，我越想越乱，越分析越疲惫，最后甚至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我以为那是谨慎，却没发现，我其实是在用思考压住直觉，不让它有说话的空间。直觉没有消失，它只是变得越来越小声，小到我几乎听不见，小到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根本没有方向感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想不动了，不是因为问题太难，而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，再怎么分析，我也无法从头脑里得到那种真正踏实的确定。于是我做了一个很小的尝试，我暂时停下分析，不是立刻做决定，而是先感觉哪一个方向让身体比较放松，
哪一个选项让心比较安静？那一刻，直觉慢慢浮上来了，不是强烈的声音，而是一种很细微的知道。它没有理由，却很一致。我发现，当我不再急着否定它，直觉开始变得清楚，不是冲动，也不是情绪，而是一种整体对齐的感觉。过度分析其实来自害怕，害怕做错，害怕承担后果，害怕如果相信自己，却没有被世界证明，该怎么办？但直觉不需要被证明，它只需要被尊重。当我愿意先听它一点点，而不是立刻反驳，它就不再那么模糊。我开始发现，直觉从来没有要我冒险，它只是想带我离开那些会让我长期耗损的地方。它提醒我什么适合，什么不对味。只是以前的我太忙着想，没有听。当我停止用分析压住直觉，头脑反而安静下来。我不再需要把每一个决定都推到极限思考。我开始信任那个最先出现的感受，那种信任不是盲目，而是一种回到身上的踏实。我知道自己在选什么，也知道为什么。直觉变得清晰，不是因为它变强，而是因为我不再一直把它推开。原来我一直以为的理性，其实不需要和直觉对立。当我停止过度分析，理性回到支持的位置，直觉回到引导的位置，内在反而一致。我不再那么容易动摇，也不再反复后悔，因为我的选择不是只来自头脑，而是来自整个自己。当我愿意让直觉说完话，而不是急着压下它，人生开始少一点拉扯，多一点确定。不是确定结果，而是确定我没有再离开自己。当我放下对命运的猜测，命运也开始以更轻盈的方式展开。那不是因为未来突然变得透明，也不是因为我终于看懂所有安排，而是因为我不再反复预演那些还没发生的可能。过去的我很习惯猜测命运，猜下一步会不会更糟，猜这个选择是不是错误，猜是不是还有什么我没看见的考验。我把不确定变成一连串假设，一个接一个，在心里排演。我以为那是准备，却没发现，我其实是在提前承受那些还不存在的重量。每一次猜测都让未来变得更沉。命运在我眼里像一个需要被破解的谜题，只要我够聪明，够警觉，就能少走弯路，少受一点伤。可是在那样的状态里，我其实一直紧绷，因为我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猜测会不会成真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因为事情太难，而是因为我忽然明白，不管我怎么猜，命运都不会因为我的推演变得更友善。于是我慢慢放下猜测，不是什么都不想，而是停止那种一定要先知道的焦虑。我允许自己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。那一刻很不安，却也很轻，因为我第一次
没有提前背负未来。我把力气留给正在发生的生活。就在这样的放下里，命运开始变得不同了，不是突然顺利，而是节奏改变了。它不再急着考验我，也不再用极端的方式逼我成长。我发现，当我不再猜测，事情反而更自然地发生。该来的来，该停的停。我不再被拉着跑，而是走在自己的步伐里。命运好像感觉到了，我愿意信任，不是盲目，而是一种不再对抗的姿态。于是他也松了手，不再那么沉重。我开始看见，很多原本被我视为预兆的事件，其实只是过程，没有要指向什么，也没有隐藏讯息，它们只是发生，而我不需要为每一件事预设意义。当我放下对命运的猜测，我不再把人生走成一场防御战。我开始留意此刻的风，此刻的光，此刻我站的位置。命运以一种更轻盈的方式展开，不是因为它变简单，而是因为我不再用恐惧解读。原来命运从来不是要我提前知道，而是要我在每一个当下愿意留下。当我停止猜测，我开始感觉到被承接的感觉，不是保证，而是一种流动。我不再被推着走，也不再被考验追赶。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但我不再害怕不知道，因为我终于明白，命运不是谜题，而是一条可以在走的时候慢慢展开的路。当我愿意这样走，命运也不再需要用重量证明它存在，它用一种更轻却更真实的方式陪我前进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